朋友们好，我清河，今天是正月初三了，準備來老釣位這邊打個隔夜窩。明天我們要繼續守舊物了，還是這個灣子裡面。這邊是7斤的酒糟玉米，全都用泥巴裹成了這個團子，準備全部打下去。最後一頭，好了，完美。朋友們好啊，現在是早上的7點半了，天空微微亮，準備上釣位了。看看我們打的隔夜窩效果怎麼樣？早上我們先用這只拋竿來釣，雙鉛單鈎掛玉米，釣的水深9米，然後釣出去12米遠。浮漂已經到位了，現在開始慢慢收吧。现在太陽已經完全升起來了，早上一口都沒有，一動不動的，可能是這邊退水退得太快了。下午3點半了，還是開點餌料來釣吧。鋼蛋2號加4號劑，還有這個泡開的鴨飼料作為基礎餌，開一個不是那麼腥的餌料，防止小魚太鬧了。抛竿搓一個大團下去。OK， 完美。再加一只5米式的手竿，釣小魚吧。我操！下去就來了。第2天，第3天，第4天。第5天了，朋友們，從裡面的灣子又換到了大水面這邊來，裡面守了4天，真的是一口都沒有，所以現在又換到了大水面這邊來試一下吧。白條還是白條。哎呀，來了一條像樣的，一條巴掌飛，5天以來第一條正經魚啊！看，一個巴掌這麼大。
可以可以，至少算正经鱼了。小的，哎，我靠，两边都来了。一个罗非，哎，挂住了！我靠，跑了一个，两只竿同时来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挂住了，可能跑了。手竿上了一个小罗非，抛竿这邊估計也不大，沒什麼力氣。跑了跑了，剛剛看到了，不大，可能就這個巴掌那麼大，應該是個小羅里。哈哈，又來了。哇，又是羅非，好像羅非發窩了。又是一個小，哎呦，小巴掌飛。來了，開始錄像。哎呀，快11點鐘了，終於來了一條收竿魚，還是羅非。現在這個窩子裡面應該是有魚的，但是口來的很慢很慢。今天晚上釣了3、4個巴掌飛吧，這是漁獲最好的一天了。然後這個拋竿也來了幾口，但是沒吃進去，點了幾下沒打到，應該也只是小家伙。補點隔夜窩，明天繼續吧。第6天了，朋友們。去把昨天晚上釣的幾條羅非處理一下，先好好吃一頓再說吧。這個大魚實在是太難守了，這幾天除了白條還是白條，都吃膩了。看看吧，這是昨天晚上釣的5條小巴掌飛，這是這幾天以來魚情最好的一次了。這個體格已經相當可以了，搞個3條吧，拿來紅燒。這3條剛好一鍋能夠裝得下。這3條羅非用來紅燒，漁戶那裡還有2條本來打算清蒸來着，但是我這個鍋不太好弄，然後調料也不多。這3條的話吃2頓應該沒問題了，先這樣吧。這個羅非的肉有點散了。肉掉了好多。調料不多了，就只有這個薑和蒜瓣。這個魚就不拿出來了，已經有點散了，就直接這樣爆香一下就好了。加水。搞一點白菜和洋蔥當做配菜。
加點鹽、味精，還有這個生抽。感覺這都不像紅燒了，跟個大亂燉一樣。剛來這邊買的這些蔥苗種在這裡都已經開花了。可以了。中午2點半，剛好趕上飯點了。看看今天這個菜，賣相雖然不是很好，但是荤素搭配，味道還是可以的。開整，開整。哇，這個肉。羅非的肉是相當不錯的，肉質也好，然後刺也少。nice。今天已經是25號了，還有3天就進入3月份了。3月份的話，我們就要離開這邊，準備繼續啟程了。對於這種長期駐紮釣魚的話，我感覺還是不是那麼適合我。我還是喜歡那種到處探索的感覺。像我們庇護所這邊，就算魚情不好，我也只能是在這邊幾個位置來回的換着釣。像釣這種大水面嘛，沒有船是真的不行。等到3月份，這個天氣應該就開始慢慢回暖了。到時候往貴州、湖南、福建那邊走。最後一瓶酒了，整一個。中午洗了個澡，一覺睡到了下午5點半，準備開竿吧。不知道昨天的魚情是偶然呢，還是說現在魚情有所好轉了？如果實在沒有大魚，來一個10幾條巴掌灰，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嘛，至少沒有白打那麼多窩料。現在的話就只剩下10多斤了。手竿這邊我們打點這個花生枯，那邊陰沉沉的，有一點要下雨的意思。這2天都是多雲天、陰天，可能也是這個天氣變化的原因，魚情稍微有一點點好轉。來吧，準備開竿。雖然雲南這邊溫度比較高，但是魚的活性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差的，口很輕。換了一副小一點的線組，2+1 8號的伊豆，這樣適口性會稍微好一點吧。我去，不過這個活性差，並不包括這個白條。看，一開竿就連上了。
今天晚上嘗試開燈釣一下，不知道這個影響大不大。10點多了，手竿一直沒有動靜，然後這個拋竿偶爾會點2下，我還以為是有鯉魚呢，結果是個羅非。11點鐘了，拋竿又上了一個淡水石斑，這玩意也吃玉米嗎？行了，朋友們，11點多了，今天晚上也不算空軍吧。得了3個，明天繼續吧。半夜3點鐘開始下雨了，不知道我這個庇護所頂不頂得住啊？這個雨還是有點大的。早上8點鐘了，外面還在淅淅瀝瀝的下着小雨，我們的庇護所還是扛了過來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等這個雨停之後，可能就是釣醉物的好時機了。就是不知道今天這個雨能不能停啊？这雨中午的時候停了一下，我出去吃了個飯，然後現在又開始下了。看來今天是釣不了魚了。目前我們的庇護所暫時還頂得住，一些因為長期暴曬脆弱破洞的地方，我都用這種膠帶給它補起來了。之前也有想過再買一點防雨布，給這個庇護所加固一下，但是想着這邊魚情實在是太差了，我可能在這邊待不了太久，所以就只買了這種防水的膠布，到時候哪裡漏就補哪裡吧。而且過幾天我們就要離開了，這也算是這個庇護所經歷了一次雨水的洗刷吧。到時候離開這個地方就得拆了。今天好像是第8天了吧，反正明天就是28號了，好像又要下雨了。那邊來了好多的烏雲。又開始起風了。本來想着今天把剩餘的那些鍋料全部打下去，然後好好的釣最後一天的。明天的話，我想休息一下。但是好像又要開始下，已經開始下雨了。這邊還在做飯，又得移進去。這個風有點大呀。哎呦我去！我靠，这個房頂好像有點頂不住了。這就給我拆了，我的板那個太陽能板掉下去了，不知道裂了沒有。哦，
我去，裂了！哦shit，这个直接被干穿了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把东西收到帐篷里面来。这个的话，现在没办法搞，还在刮风。全濕了。這個衣服本來是準備今天洗的，然後又開始下雨了，現在身上這一身也濕了。這邊看看，之前壓這個房頂的木頭這麼大，直接就吹下來了。搭建這個庇護所的時候，我還想着不會遇到什麼太惡劣的天氣呢。現在風已經停了，雨也不大，就剛剛開始的那一會兒稍微猛烈一點。雖然我們的庇護所沒能扛住，但是只要不是連續的下雨天或者是大風天，問題都不大。明天又是一個大晴天，天邊已經開始放晴了。雨過天晴了，繼續來做我的飯吧。一下雨就搞得這邊髒兮兮的。這個魚煎到一半，哎呀，挺火了，應該已經粘鍋了。還是簡簡單單的紅燒魚。開飯開飯，一天就吃2頓，待在庇護所這邊太安逸了，飯都懶得做。這個淡水石斑紅燒不錯，比羅非好吃一點。一鈎掛玉米，一鈎掛餌料，打了那麼多玉米下去，白條應該不會那麼鬧了，算是吸引了一部分火力。我操！還說不怎麼鬧呢，這還沒到位就直接接口了。白條就直接放了，不要了。不大。我去，還是個白條啊！可能窩子打多了，也可能是這個酒糟玉米，有點屎窩了。朋友們要是用這個酒糟玉米打窩的話，還是慎用吧，摻一點老玉米比較好。
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了，水面上一直在刮風，没什麼口，先回來吃點東西。今天晚上準備堅持一下，釣到1、2點鐘吧。吃完飯準備繼續開釣吧。現在換上一副14號的伊士尼，掛這個大地龍，看看能不能釣點鯰魚吧。之前一直掛着玉米，因為目標魚是鯉魚嘛，但是實在釣不到，沒辦法，試一下吧。頂不住了，頂不住了，一口都沒有啊！時也命也，就是有心栽花花不開呀。收了，1點半了。釣了這麼多天，這個魚情都不怎麼樣，很大的概率是我們選的這個位置不太行。這一片都是很陡的陡坡，現在開春之後，魚都去淺灘了，往那個水源頭上面去了。像這種大水面，確實不好釣了。好了，朋友們，這個視頻到這裡就先結束了。這一次釣了8天吧，魚情都不咋樣。那天釣的幾條羅非就是魚情最好的時候了。明天休息1天吧，然後等等快遞，大概1個星期左右，我們就要離開這邊了，繼續踏上我們的旅程。